关注囧道主，啥菜你都会煮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很多人问广式的腊肉是怎样做的，今天我的腊肉已经晒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它的详细做法。这样做出来的腊肉色泽红亮，晶莹剔透，而且吃起来还肥而不腻。我们直接蒸熟吃，或者是炒菜都可以。快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现在我们先去超市采购一下食材。今天的五花肉15块9毛8，买了一大块，让摊贩给我切好。这个肉还可以哦。对啊。我跟他说我是晒腊肉的，让他帮我切成条。当时没注意，他给我切的这么宽。现在想起来，他是外地的。想了一下，外地的腊肉不都是切的这么宽吗？有点无语了。因为我不想吃太肥了，所以我买了一点相对瘦一点的。这里是将近6斤，一共花了92块钱。怎么感觉老板给我切的太宽了呢？对吧？切的太宽了，应该再细一点。这太宽了。这个五花肉啊，买回来之后，我们先给它清洗一下，把它表面的猪皮刮洗一下，太脏了啊。把它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把五花肉给它再一次的1开2，因为太宽了，实在是。我们的广东腊肉是不用切的太宽的，太大一条就不好。好了，切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用筷子将它戳一下，扎一个洞，然后就把绳子给它穿过去，给它带过去。把这个绳子给它穿过来，然后像我这样子给它绑好就可以了。把所有的五花肉给它绑好绳子之后，我们起锅烧一锅水，等到水开之后，把我们的五花肉放下去，简单的焯一下水，简单的过一遍就可以了。这一过程大概是30秒左右就可以将它拿出来了。这些猪肉就是脱过水的，简单的焯了一下水，焯成这样就可以了，不用焯得太熟啊。过水的一个目的是可以去除猪的一个异味。接下来就可以把它晾起来，把它的水分晾干。这条棍子。给它晾半个钟头就可以了，把它的水分晾干。这2天天气非常好啊，刮风了。这个时候已经晾了半个钟头了。它的水分的话基本是晾干了，这时候就可以把它收起来。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，这是腌广东腊肉用到的所有调料，5样就可以了。这个是生抽、老抽、高度的米酒，这盐，这个是白糖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腌制，盐。白糖，具体的分量我以文字方式打在视频结尾，大家注意看一下啊。这个是生抽酱油，生抽，老抽调色，高度的米酒。
一定要将它充分的拌均匀。拌均匀了之后，放在冰箱里面，放置1个晚上。最好的话，隔2-3个钟头给它翻一下，翻面一下。好了，拌均匀了，放冰箱里面。给它换一个小一点的盆，不然太大了放不进去。用保鲜膜给它密封起来，然后给它放进冰箱里面1晚上，大概10个小时左右。1 hour later， 这个时候已经腌制了10个钟头了，我们拿出来，然后再次的给它翻拌均匀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它晾起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腌制好的半成品，非常的棒。用一条竹子给它晾起来，给它均匀的铺开，不要粘在一起。最好的话放在阳光下晾晒1天，然后再放回阴凉通风的地方晾晒1周就基本可以了。如果是晾在外面的话，夜晚一定要收回屋里，不然夜里的水汽太大了。这个时候9天已经过去了，我晾了9天，因为中途有几天的话它是下雨的。另外，因为我这房子它是朝北的，基本是没有阳光晒进来。要是有阳光，给它先晒1-2天的话，会更加的好。因为中途下雨的原因，所以给它多晾了1-2天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成品。待会切一点，给它直接的蒸熟来尝一下。这个腊肉啊，它的咸味适中，我们直接给它蒸熟就可以吃的了。我们先给它切1小块。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，等到水开后下锅，大火蒸5分钟就可以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吉时已到，5分钟过去了，我们打开盖看一下。就在打开盖子的一瞬间，满屋子都是这个腊肉的香味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蒸熟后的样子，非常的晶莹剔透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下面我们来切2片来尝试一下。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腊肉，它的颜色非常的鲜红透亮，晶莹剔透的，就好像一块玉石一样透亮的。这样蒸熟直接吃都可以，而且吃起来肥而不腻。好了，喜欢吃广式腊肉的一定要收藏起来，下次试做一下。这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